好像我们不管做到什么程度，总是会有一种自我怀疑的声音，我似乎没有好到别人称赞的那个样子。就拿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人家称赞我，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基于礼貌才这样讲，他应该是啊，我觉得应该是而且我要写的时候我也会很别扭，就是很不自在。那你可能要去当那个服务业的店员什么的什么谢光临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Hello， 大家好，我是助理主持人香云。这一集我们要来聊一聊，好像我们不管做到什么程度，总是会有一种自我怀疑的声音。有人说这个就叫冒牌者症候群。我这次呢，比较不是想要直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少种知识点，反而更想要是透过我自己的经验跟香云透过对话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启发哦。所以说你也会有这个时候吗？因为我们大家认识的 Jaco 好像都是沟通专家，然后内心很强大，所以你也会有这种心理脆弱的自我怀疑的时候吗？如果说心理脆弱的话，是一直都有啊。不要看我们这样我们也是日子过得很辛苦好不好自我怀疑的时间很多啊，对，真的蛮多的。然后最近可能有一次比较窘迫的，应该就是去杂学校访谈的那一次。即便我们讲课已经讲很多次了，可是等到真的要去公开演说的时候，心里都还是会出现那一种声音，就是我真的可以把这一场表现好吗？对，虽然说这个声音会出现，然后呢，我们也会有方法的去转移它，可是啊，不代表我们不会失误。所以对现在的我而言，我会很清楚知道我自己是有脆弱的时候的。那你那个自我怀疑的声音如果出来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呈现的？通常是会接蓝牙喇叭这么大，然后从左后方这样出来，没有啦。通常如果那种自我怀疑的声音，我觉得它是很小声的，可能就是心里会浮现一个念头，就是说应该不会成，应该做不到。就像我最近原本有想要开启一个企划，但是这个企划是需要邀请另外一个频道来合开一个讲座什么的。可是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心里突然又出现，就是他们可能不会答应。但是即便我们的频道如果以总订阅数来讲，其实不比他们少但是我心里仍然会有那一个声音，就是那个声音会在那边拉扯。对，那香云你会有吗？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自己不够格啊，很多事情都好像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资格拥有或者是得到。就拿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人家称赞我，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基于礼貌才这样讲，他应该是啊，我觉得就是这是你想要的答案吗？就是承受不起那种，我该欣然的接受吗？还是我该谦虚吗？还是他只是客套话吗？这样子就会有这种声音。而且我要接受说谢谢的时候，我也会很别扭，就是很不自在。那你可能要去当那个服务业的店员什么的什么谢光临你要讲习惯之后就不变我觉得如果别人夸奖我们心里都还会有一种是真的吗？这个更像是一种我们也很希望它是真的，但是不确定。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类似像冒牌者症候群这样的概念，它比较像是说我们是有做到一些事的，甚至呢我们的特定的成就其实虽然说不是那一个领域最顶的，可是也还不错了。可是我们心里总会觉得我似乎没有好到别人称赞的那个样子。对。而这样的声音呢，它就会变成让我们没办法去看清楚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而哪些事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而哪一些事情是值得自我肯定的。我自己在跟别人互动跟相处的时候，我难免也会回到那种小时候的恐惧。我说小时候的恐惧就是说，当你有经历过从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出社会，你可能都不是受欢迎的那一个人，甚至呢很多关系你都是搞砸的。假设你也经历过像我这样的，我相信可能也很难会
很有自信说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呢能够把很多事情处理得很好，我觉得这样的概念是有的。可是到什么时候才没有？我觉得是透过学习 NLP，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其实是在讲人的信念系统。我们的很多自我的判断都是源自于我们过去的经验，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只要能够意识到过去的经验都不一定可以全然的去代表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打个比方说，我们是不是也有跟一些朋友相处的时候，光一开始相处就觉得不对盘了？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有。可是我们有没有过，我换一个朋友圈，我可能遇到的那一个人，他反而是欣赏我的？有。其实也是有。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即便我们过去跟别人相处，然后他给我的反馈是负面的，但是呢，这顶多也只能代表是从他的切角里面，或许我不是那么高分的人，对吧？可是那是他的标准。可是呢，如果是从其他人的标准来看，可能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因此啊，如果我要单纯用我过去的经验去推论我现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甚至我未来可以达到多好的境界，那一个经验顶多只能参考用，它绝对无法代表全部，对不对？所以啊，其实我很喜欢 NLP 的点，它更像是一种让我们去意识到，既然信念会影响我们那么深，那我们只要能够有意识的、有方法的跟它去做逻辑的思辨跟对谈，往往呢，在对谈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过往很多判断自己不行、不够格的这一些信念的强度呢，也会因此慢慢产生一些变化跟弱化。那具体要怎么做呢？如果是今天我们出现这种信念是比较偏自我否定，对不对？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切成3个步骤啦。第一个步骤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在这一个声音出现的那一个当下呢，第一时间的去跟他对话，而不要让他又回到过去的那一个思想的那一个模式。你出现一个自我否定的声音，然后调动了一组失败的经验，然后产生挫败的感觉，接下来我害怕那个挫败的感觉，因为很难熬嘛，所以呢，我的大脑、我的身体都会进入一种往后退缩的感觉，就啪啪啪一连锁的反应。对，那这个时候我光在想到要去踏出下一步，我们整个状态就不对了。因此啊，我觉得最好的情况是，第一个动作觉察到那个声音，你要在第一时间能够阻断它，跟它去做到简单的逻辑思辨。可是第二个比较重要，仍然是我们要可以去意识到过去的经验顶多只能代表部分时期的我们，无法去佐证未来的我们是可以走到什么境界的。所以我们只要可以再意识到这一点呢，它可以拓宽我们的思维，是我们现在只要能够做更多过去没有做过的努力跟尝试，那明天或后天的我们至少都一定会比今天进步一些。当我们意识到原来我只要能够先把我的专注力放在眼前，甚至是过2天的事，那这时候你可以努力的方向是不是就会变得比较具体？对吧？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过一次这样的自我对话，你的下一个动作就是开始去执行你该做的事。对，而且你去做该做的事的这个过程里面啊，你要为自己可以设定一些可以衡量的标准。比方说，如果我今天是要去做简报，那我就可以针对我简报内容的逻辑，包含与现场人的互动，台上分享的这个台风，甚至是简报之后能够真的协助到台下的听众解决到他们人生里面想要解决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他对我们的满意度的评分，那我们是不是就列了很多标准，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一场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回去还可以针对这些标准去做自我复盘，然后再列出下一次的优化的动作。所以你就会发现啊，其实今天我们不只是要去透过自我对话去让那个自我否定的声音不见，你只是透过自我对话，它的这个证据还不够多。我们真正要的是，第一个，不要让那个信念影响我们的能量降得太低，导致我们发挥不出应有的潜力。可是呢，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你要让自己有这个机会去累积成功的证据。因为当你收集越来越多次的证据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件事还好过得去。那像刚刚讲的是，我还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之前，我要打破自己这个心魔的这个方法嘛？对。那冒牌者症候群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是，我没有办法坦然接受我已经表现好的东西，我要怎么欣然接受其实我已经不错了？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可以去把自己的这一个内在的标准去把它理清楚。你就用我们频道为例好了，你觉得如果以着经营11个月的时间， YouTube 跟 Podcast 这样长影片的这一个节目企划，11个月订阅数快要5万，这个算好还不好？我觉得还不错。你看立刻心虚了。还不错，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好，所以他其实觉得没有很好。可是你看以频道的爆发时间点是每个频道都不一样，甚至每一个赛道都不一样。比方说我今天拍的就是每一集都是那种蓝宝坚尼去撞胶带，那说不定我也可以跑得很快。可是今天我又不是这个赛道，所以我究竟是需要多少的订阅数才可以去证明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有帮助到人的？我是要到10万才可以吗？到20万才可以吗？现在很多频道都很强啊。对啊。好，那既然他们都很棒的话，那是不是就代表了我们做不好？不是，好其像实也不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是以订阅数这件事来讲，因为请大家听到这边的时候可以举一反三一下，其实我们真正在谈的是，如果我要去认为够不够格，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去厘清我们衡量这件事的具体标准有哪一些，以及我们要去对比客观环境我们看到的数据是什么，那我们才能够呈现出来。打比方说，如果是以像这样知识型对话的访谈节目，在 YouTube 上面，通常我们现在看得到的频道有几个，然后他们平均做多久，订阅数成长多少，那我们来对比起来，可能我们会落在是中间或者中下。那如果我是在中间或中下，那代表着我已经有做到还不错的这个起步，可是我相信我还有很大可以努力的空间，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去说一句说我觉得我没做好，因为我们有做到的地方，只是呢我还没有达到顶尖的那一个水位，对不对？所以我心里就会知道说我们是一个还在成长中的频道。所以我比较想要透过这一个例子来谈的是，一旦呢我们心里会出现，就是我怕我自己没办法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一个所谓的够资格的话，那往往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留意到，我似乎是用一个完全我不知道他的标准，不知道他的比赛规则，我只是心里有一个盼望是所谓的好应该是别人认定才可以，而不是我。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拉回自己的内在的标准，以及呢客观世界我们可以对比的数据，往往你来到这边，你就会知道你现在的进度到哪里，以及你未来可以再做哪些努力，这样就好像有种把它呈现在眼前视觉化的感觉，然后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几趴了，然后知道自己在哪一个位置，在哪一个点上，就好像比较不会这么焦虑。我觉得你刚刚说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已经知道自己做到进度条的第几趴。我觉得它带给我的另外一个很好的联想，就是其实我们只是在跟自己比赛而已。真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那一个进度条里面，应该不是一条里面有超多其他条吧？这个就变树状图延伸了嘛，对不对？我们的那一个进度条里面，应该就只有一条，然后跟趴数而已吧？只有我们自己，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反而是先看自己的这一个进度是如何预设的，同时再去对比外在的世界，我们可以用那个当成是一个参考努力的目标。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出现一种声音，就是我不够格，你把它进到这样的思考，它比较容易把你导到一个你下一步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停留在原地，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不够好就对了。对不对？有时候我又很难就是把那个目标放在自己身上，因为我的目标其实是我想要让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可以跟别人提到我的时候很骄傲的说我女儿在干嘛，而不是我现在他们问我在做什么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具体跟他们讲说我现在目前的状态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有去厘清过爸爸他真正期望的是什么吗？就是可以不用再为我担心吧。我觉得如果说是父母不要为了小孩子担心，有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发生的。你去想你也有小孩子，对不对？你想象他们现在到40岁了，
你想到他们就完全都只有放心不会担心吗？好像不可能。其实不可能，因为就是我们爱这一个小孩子，他人生阶段也在不断变化。他今天事业有成，你就担心他的身体，对不对？然后他生了小孩，你也担心他跟小孩子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东西，就是说刚刚那一题反而更值得往下去延伸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希望可以让爸爸很骄傲的跟别人说我们自己的女儿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其他孩子比如说嫁得很好啊，我妹妹嫁得很好啊，然后我弟弟理财也很有头脑啊，是很有事业心啊，我好像就不是大家一般眼中那种很有成就的孩子这样子，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好到可以让他很坦然的跟朋友们介绍我这样。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对不对？更像是一种，其实你知道你需要去达到什么事，只是你现在还没找到那一个方法。那如果你以后又再重复出现这样的声音，对不对？那你反而要在这个声音出现的那一个当下，你要立刻问自己一句：我有没有找到能够去努力实现我想要达成的境界？我有没有找到那一个路径？然后如果还没有，是因为我还没有去做什么，所以那个路径还没发现。第二个是，那我现在有没有已经是手中握有的资源，哪一些是有机会去达到的？当你这个盘点完之后，第三个才会是说，那我们如果要花未来3到5年的时间去拼这一次，这会不会是你想起来觉得值得去努力的事情？你看哦，我这样透过几个问句去问你，你现在会停留在我不够好，还是你停留在要不要下决定？要不要下决定，然后继续往我想要走的那个路。对，所以其实我才会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问题的本身都是答案，只是你选择要把它看到问题这一个层级就回到否定，还是你打算要过这一个很薄的这一面墙。因为如果我想到我到现在还没办法让他们骄傲，所以撞到这个墙我就弹回去开始否定，跟我想要让他们骄傲，我先跨过去站高一点去看一下我到底有多少选项，然后去回推过去是因为什么才没做到，我还可以去做什么让这件事可以实现，然后接下来自己发一个誓言，5年或10年我一定要达到什么境界，而我愿意为了这个誓言投注多少的心力，而且呢我自己在做的过程我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做。你会发现哦，其实能够破除那个自我怀疑很重要，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你的愿力，不是怨恨的怨，是愿望的愿对，不是那个贞子哦。你觉得过去的愿力以着要实现这件事情，当时如果以这个愿力的强度1到100分，你觉得当时大概是几分？可能2分。你如果为什么想笑的感觉？因为比我预期的低很多好，所以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对你来说在当时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让你能够把你的能量拨到要实现这件事的这个能量已经就少那么多？对，不相信自己做得到是一点，对，然后当时也没有经验跟没有那么多资源，好像当时能做的就只有眼前该做的事情而已。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切更像是当我们能够重新看待失败这一个词，往往呢它就可以跳脱第一段阻碍我们的束缚。或许呢这种自我否定里面它隐含的其中一种很强烈的执念，就是说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必须要有经验我才能做好。可是很多事情没做过怎么会有经验所以他就会进入一种逻辑的鬼打墙的模式。因为我自己也会啊，如果我今天要出来教课啊，我又怕教不好，可是我又没教课的经验，那我该怎么做？所以我就会停在原点。今天啊，成功率高不高的问题都是一种假设，不知道你可不可以认同这一点？我听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哦，有一个人他在10几年前，那时候有一个饮料品牌还不错，势头蛮强的，然后他就选择加盟它，结果呢，他就开在台北的4大夜市商圈那边的巷子里，开不到半年就倒闭了。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当时的环境没有问题，品牌力也没有问题。可是呢，4大商圈那边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变态，会尾随落单的女学生，因为这样他们的学校好像就有规定还是什么的，反正那时候就他们的巷子都没有人要走，他就这样就没生意几乎是把能够具足的条件都具足了，可是他没有保证一定成功啊，对吧？可是我们反向再来谈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那对于失败来讲好了，如果我今天定义的失败是在我只要没做好，我有过一次失败的经验，那是不是我把这一个经验推论成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好像也没有到失败这么严重。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当我们想要从成功率的角度去看，倒不如我们从这件事值不值得我花时间去努力，用3年或5年当赌注试试看。那你往这个切角走的时候，它才会进入一种你能够往后再踏几步。如果你是愿意往这个方向思考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想。每一次我只要出现那种自我怀疑，我永远都会去想说，这件事如果我做，我能学到什么？但是如果我不做的话，我必然会得不到什么。比方说，我会必然得不到经验，必然会少掉一次探索自我的可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可以不被我内心未经证实的判断所产生的恐惧去阻碍了我人生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更重要的其实是不要被恐惧给绑架。所以这个比较像是一种我去对抗那个自我否定，我自己心里的一种判断。那假设现在在看这个影片的人啊，他也是个老板，甚至像你一样是创作者或者是一个父亲的话，他现在觉得他自己糟透了，然后觉得自己在装坚强啊，很累，面临崩溃边缘的人，有哪些话想要对他们说？我自己在失败的时候，在低潮的时候走过那一段，然后一直到事后复盘，我发现啊，我们之所以会走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处境里面，它不太会是单一原因所造成的，它是很多的努力，很多的不可预期，甚至我们很多在认知有限情况下所做出的选择，所以综合条件聚集起来，我们才会走到那一步。所以如果你也是拼尽了全力，然后到这一刻快要崩溃了，那我最想要跟你说的是辛苦了。就算你身边没有人懂你，但是至少呢，我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可以明白在这一刻有多累。而你现在都还愿意花时间看这个影片，那我们就至少知道说，你的心里都有一个还没有倒下的那一个人。即便你感觉你现在快要崩溃了，崩溃是你身体的感受，可是呢，仍然有一个很高意识的你在看着那一个崩溃，而那一个人是没放弃的。所以啊，如果我们会出现自我否定、难以承受的状态，这在低潮的时候都非常的正常。我们只要能够相信几件事情，第一个，意识到我们是能够有机会透过能力提升跟认知的提升，去做到过去3-5年甚至几十年没有做到过的事。如同我以前没有做过自媒体，后来想尽办法去做，到后来慢慢的可以透过这样的推广帮到一些人。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能力跟认知提升以后，能够做到的事情不一样，那你这时候其实你还有一个宝物是很宝贵的，就是呢，通常啊，能够承担住越大痛苦，能够经历过越大挫折的人呢，他会有2个东西是很珍贵的。第一个就是他会变得比之前来的更沉稳，因为他知道呢，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出现那种他无法预期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啊，他会在未来踩每一步的时候更加谨慎跟小心。第二个呢，他也会因为有过这次的经验，只要你愿意像今天这一集这样，我们遇到大脑有想法，遇到有自我否定的声音，你都可以切回另外一个，我们好好冷静理性的去分析，去把事情看清楚，确保你遇到的事情你都有把那一个现实情况所有的资讯有掌握到，那么你就比较有办法去找到下一步要做什么。而这一个能够耐得住性子往内心深处去探索，往往它就需要比较艰难的时刻，我们才能够静下心来做得到。因为这也是我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虽然说这一集一开始在聊很像是冒牌者症候群，总是会自我怀疑否定自己，那我到最后还是想讲，不管我们在心里对自己下了多少的判断，它顶多也只是特定经验所产生的判断而已。而我们未来要走到哪里呢？你只要相信每一天你做的事情能够增加一些不同，以及呢，你训练自己的能力可以有系统性的方式去为自己规划。那透过2-3年的时间，你一定可以换回一个跟现在差异程度呢，至少差30%、50%，换回一个更理想的自己。好，那这集我们就聊到这边哦。我是Jacko，我是祥云，我们下集再见，拜拜。